非洲人有时候真的是对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上瘾，有吃草上瘾的，也有喝止咳糖浆上瘾的，现在对胶水居然都能来感觉。赚到钱立马就去买胶水，一闻就是一整天，甚至还觉得胶水劲儿不够大，该去偷航空燃油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，与索马里、坦桑尼亚、乌干达、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5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402万人。如果来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，你就会看到很多穿着衣衫褴褛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手里都拿着一个塑料瓶，里面装着不知名液体，时不时的就把瓶子凑到鼻子跟前闻一下，然后一脸的吃傻。有的人甚至躺在垃圾堆上不自知，离不离谱？要知道，这可是一国首都，而且虽然肯尼亚的经济是差了点，但首都内罗毕可是整个非洲地区最大、最时尚以及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。因为经济发展的好，所以它也有着非洲小巴黎的称呼，就连联合国都把他们在非洲的总部搬到了内罗毕。就这么一个极具现代化的城市，结果背后居然还有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，不到3平方公里的面积，却住了将近120万人。贫民窟啥条件就不用多说了吧，很多人日均收入甚至连$1都没有，一天能吃上一顿饭都算是好的了。不过他们也不在乎，毕竟赚到钱不是用来吃的，而是闻的。如果有人告诉你闻胶水不仅会上瘾，闻多了还会嘎，你信吗？或许有人嗤之以鼻，但这就是基贝拉贫民窟的日常。贫民窟是啥地方？说白了就是一群穷鬼的聚居地，里面没有很穷的，只有更穷的。要是运气好有工作，但累死累活干一天苦力，结果到手工资还不够一家人一天的吃了。没工作的呢，就跑到垃圾堆里去捡吃的。反正贫民窟最不缺的就是垃圾。而胶水之所以在基贝拉流行起来，是因为不知道哪个家伙发现了闻胶水腿不酸、腰不动，肚子还跟吃饱了似的，结果让其他人知道了，这也还得了，本来就饿，还得捡垃圾找吃的。现在有这宝贝，那还捡什么垃圾呀？都去闻胶水。而他们闻的胶水都是工业胶水，里面含有甲苯，这种无色有香味易挥发的液体，人在吸入甲苯后会抑制人的中枢神经，给人产生一种愉悦感，以至于忘记饥饿。关键是这种胶水价格还便宜，只需要0.6美元，换算成人民币也在4元左右，买一瓶能爽好几天，可比吃一顿划算的多。所以这种胶水一时间居然成了当地人最喜欢的东西。但是甲苯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人吸多了不仅会抑制中枢神经，让人变得痴傻，像丧尸一样，还会让人变得易怒易躁。有的人发起狠来，直接就把朋友的耳朵给割了，再严重点就会导致中毒、心律不齐，甚至是猝死等。而他们这么疯狂的迷恋胶水，除了是上瘾之外，另一方面呢，他们只是想要自己不那么饿而已。其实胶水的危害大吧，但基贝拉的居民不仅不在乎，甚至还觉得这胶水也就那样，劲儿不够大，得找个劲儿大的。俄罗斯曾经出现过一个新闻，说机场附近老是有熊去扒拉丢掉的航空燃料桶，扒拉完了，这熊就满地打滚，有的还像是喝醉了一样。后来调查发现，这些熊之所以去扒拉燃料桶，为的就是去闻桶里残留的航空燃料。为了找燃料期，有的熊还会破坏围栏，翻进机场去找。很显然，航空燃料也 get 到了肯尼亚人的嗨点，成了他们的新欢。虽然闻多了航空燃料人也会死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不在乎也不重要。对他们来说能爽就行，而且因为燃料比胶水的劲儿大，获取难度更高。因为航空燃料这种东西吧，不是轻而易举能买到的，他们要么去机场偷，要么就和机场的人狼狈为奸，成本相当高。那么航空燃料的价格自然也比胶水高。肯尼亚政府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管控，发布了所谓的禁售令，但前日做贼哪有前日防贼的道理啊？这些人真想偷闲抢，哪里还拦得住？再说了，就算拦住了又怎么样？大不了给点钱，那些执法人员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吸食胶水和航空燃料的危害究竟有多大？其实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，但为啥吸食呢？还是因为太穷了，一天一顿饱饭都吃不到。他们走投无路，于是选择用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。反正在贫民窟，人命还没有一瓶胶水值钱。如今不仅是贫民窟，还有内罗毕，整个肯尼亚，甚至是其他国家，都出现了这种吸食胶水的情况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